为什么有人说王莽是穿越回古代的现代人？他废除奴隶制度，禁止土地买卖，建立贷款制度，以公权力平衡物价等一系列的改革，真的是从现代学过去的吗？为什么他的改革不但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穿越者王莽的改革内容。公元9年，54岁的王莽废掉孺子婴，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建立。紧接着，他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史称王莽改制。王莽信奉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只有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之前的礼制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他要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的治国理念。首先，他改换了朝廷机构的名称，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西河，后来又改为纳言；将大理改为作事，太常改为至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等等。他还按照周制封了5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然而，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接着，他要更改地名，有些地名已经叫了上百年，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但王莽必须要改成古名。然而，他的改名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同一个地方，今天是这个名字，明天又换成了另一个名字，导致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自己住的地方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官吏都搞不清楚，国家下发到各地的公文必须在新地名的后面添加上大量的旧名注解才能送达。接着，他进行了土地改革。西汉时期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于是豪强和贵族就大量囤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导致有钱人的土地接连无边，没钱的人却无力追之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据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推行了王田制，他将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改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这是把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又给改了回去。王田制规定，一家之中有8口男丁的，可封给1井，也就是900亩耕地。如果男丁不足8口，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则必须将多出来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之中没有土地的人。同时，他将奴隶和婢女改称为私属，也不得自由买卖。然而，他的这项制度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有些地主和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的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原来追随王莽的部分朝廷大臣也提出异议，朝野之上一片反对之声，使他的这项政策根本就无法推行下去。不但地主不满，连奴婢和农民也不满。原因是原本那些无地的农民还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可现在奴隶不让自由买卖，而答应要封给他们的土地又封不到手上，最后是想当农民没有土地，想当奴隶又没人买，只能都变成了流民。就这样，公元11年，王莽只能被迫宣布取消王田和私属制度，实行了3年多的土地改革，宣告失败。他的这次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第三，他进行了货币改革。当时有一个名叫贡禹的大儒游说王莽，说货币就是祸害，因为有了货币，才让人有了攀比之心，有了物质的欲望。上古3代没有货币，却天下太平，因此建议废除货币。另一个名叫师丹的大儒则建议恢复到以前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贝壳代替货币。结合他们的建议，王莽开始了他的4次货币改革。西汉时期普遍使用的是5铢钱，他第一次的改革是在5铢钱之外增加了大钱、契刀和锉刀，规定一个大钱可以兑换50个5铢钱，一个契刀则兑换500个，一个锉刀兑换5000个。但是一个大钱的分量只相当于2.5个5铢钱，因此他是要拿着这个相当于2.5个5铢钱的大钱，要跟民众换回50个5铢钱，民众当然不愿意，于是王莽就进行第2次改革。这次他将契刀和锉刀作废，同时连5铢钱也给作废了，发明了一种1铢的小钱。这样，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重为1铢的小钱，
和重为12铢的大钱。可问题是，大钱和小钱的分量比是12:1，而价值却是50:1。于是，聪明的民众就纷纷地把小钱熔铸成大钱，导致市场上只有大钱而没有小钱。王莽发现这样不行，只能将大钱和小钱都作废，又新发明了6类货币，分别叫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龟壳、贝壳、布匹。6种货币又被王莽分为28个品级，不同货币和不同品级之间又规定了不同的换算比例。一方面，在这些币种中，像龟币和贝币这些古老的货币，早在几百年前就不再使用了，民众根本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货币的种类繁多，换算复杂，普通民众根本就算不清楚，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然在暗地里使用着5铢钱。为了推行新的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自铸币，甚至只要发现民间藏有铜和碳者，就被指控为私铸货币，发现1家盗铸的，5家跟着连坐。可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1年后，王莽被迫废除了这28种货币，换成了货权和货布。货权重5铢，货布重25铢，应该是相差5倍。然而他却规定1货布可兑换25货权，成为了25倍。货币价值比例的不合理，导致这次货币制度更加的混乱，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立。米价更是高达每担1万钱，甚至1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在此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第四，他建立贷款制度以及平衡物价的政策。为了平衡物价，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分别设立了5军司事和前府官。5军司事负责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对物价做出评估并公布。当商品的销售价格高于官府公布的价格时，官府可按照标准价格出售商品，促使市场价格回归到标准价格。当商品价格低于官府标准价格时，人民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在标准定价的过程中，却给官商勾结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最后的结果是，不但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而且这些民财还没有进入国库，大多都进入了私人的腰包。王莽还推行了一项贷款政策，民众要是缺钱，可以向官府申请贷款，如果是因为婚丧嫁娶，则不收取利息，除此之外，每月的利息是3%。然而还是同样的问题，王莽的初衷是好的，可具体执行起来就变样了。本来是婚丧嫁娶的贷款，却被地方官收取了利息；本来不需要贷款的，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制要求贷款，最终导致民众雪上加霜。纵观王莽以上的改革内容，即使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些政策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也是近代才开始实行的。于是有人就给王莽戴了一顶高帽子，说他所实施的政治理想是王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也就成为了王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佐证。事实上，如果硬要说他是穿越者，也不应该是从现代穿越到过去，而应该是从西周穿越过来的。不管怎样，他的这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得罪了贵族和地主，奴隶改革得罪了没有出路的农民，货币改革得罪了市民，对经济的干预又得罪了大批的商人，妥妥的成为了全民的公敌。当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使诸侯、公卿以及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到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最后，由于改革不切合实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廷的朝令夕改，使百姓和官吏都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贵族以及平民的不满，各地纷纷起来反抗，为新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按理说，王莽的新朝刚刚建立，应该积极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特别是匈奴。然而，王莽对待匈奴的策略却极为奇葩，与其他附庸国的相处也如同儿戏。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与新朝反目，王莽出兵匈奴。公元9年秋天，王莽派出6名使者前往匈奴。
一方面是宣布新朝已经取代了汉朝，另一方面是收回汉朝颁发给匈奴单于的旧印，换上新朝颁发的新印。匈奴和汉朝打了200多年的仗，直到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昭君出塞，才换来了50多年的和平。此时，匈奴已经归附中原，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附庸国。汉朝将匈奴的单于封为王，并颁发给他们印绶。王莽称帝后，对匈奴也要进行改革。他认为汉朝的封爵只有王和侯2级是很不合理的，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5级爵位制，即公、侯、伯、子、男。因此，王莽下诏，按照周朝的封爵制度，将汉朝的诸侯王改为伯爵，而匈奴等附属国的国君则通通改为侯爵。之前，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刻的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颁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则刻的是匈奴单于章。虽然只有1字之差，可意义却大不相同。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降低了匈奴单于的身份。汉朝使者来到匈奴后，匈奴单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使者。在宴会上，使者趁单于喝醉的时候，让单于交出旧印，给换上了新印。宴会结束后，使者回到住所，内心忐忑不安。他们担心单于发现印信不对后，不肯善罢甘休，再派人来要回旧印。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将旧印当场给砸碎，即使单于来要，也要不到了。第2天早上，单于醒来后，果然发现了印信的猫腻，马上派人来要回汉朝的旧印。当他得知旧印已毁后，非常的气愤。于是他修书一封，让汉朝使者带给王莽，希望王莽能批准他继续使用旧印。就这样，汉朝使者完成任务，回到了长安。王莽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下诏对他们进行了奖赏。或许王莽认为他已经搞定了匈奴，可事实上，因为这次印章的事件，新朝和匈奴的和平关系再次走到了尽头。之前，汉朝对匈奴的要求是，有4种人匈奴不得接纳，分别是汉人、乌孙人、乌桓人，以及汉朝给予封爵了的西域诸国人。此事过后，乌桓人见汉朝对匈奴降了级，便不再给匈奴进贡。匈奴多次派人催交，乌桓人依然不可进贡，于是匈奴便派兵攻入乌桓，并将国王及高官都绑回了匈奴扣押。新朝出面协调，让匈奴人将乌桓王给送回去，匈奴表面上答应了，可其实他们派了1万名骑兵，以护送乌桓的俘虏为名，在朔方郡的边塞外开始构筑工事，新朝和匈奴的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再来看西域诸国，王莽派使者前往西域，结果西域诸国也不再忠于新朝，居师国有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背叛新朝，逃往了匈奴，结果匈奴竟然全部都给接收了。接着，驻扎在西域的4个新朝高级将领杀死校尉后，率领2000人也逃入了匈奴，匈奴也全都给接收了。然后，匈奴就趁机进入西域，打算彻底切断新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至此，由印绶更换所引发的矛盾就彻底无法调和了。公元9年12月，王莽下诏准备征伐匈奴。他派将军孙建率领12位将领，分6路挺进匈奴。其中，诸河兵团和讨会兵团出渔阳郡，镇武兵团和平敌兵团出代郡，雁南兵团和镇敌兵团出云中郡，武威兵团和虎贲兵团出五原郡，襄威兵团和镇远兵团出西河郡，奋武兵团和定湖兵团出张掖郡，共计30万人。为了保障后勤，他从长江及淮河流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棉衣、武器、粮食、马草等物资，并且他让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暂时驻扎，等候后进的部队，等到所有部队都集合完毕，方可开战。战争胜利后，他计划将匈奴分成15个小国，扶持新的傀儡单于。然而，如此壮观的战争部署以及美好的设想，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让人啼笑皆非。直到公元11年，经过了1年多的调度，大军竟然还没有集结完毕。提前到达边塞的将士们已经无所事事地等待了1年多，而后面的部队却还在陆续地往来赶着，战争也就一直没有开打。在此期间，他派人携带重金前往云中郡，去引诱匈奴人。最终，呼韩邪单于的3个儿子被王莽收买，来到了长安。
接着，王莽就对外宣布，将呼韩邪单于的2个儿子，一个封为孝单于，一个封为顺单于。消息一出，乌珠刘若低单于更加的气愤，立即派出铁骑向云中郡发起攻击，砍杀了众多的边塞官吏和百姓。接着，他又命令左右都尉以及各路骑兵对新朝的所有边塞一起发起攻击，斩杀了雁门郡太守和朔方郡太守，汉朝百姓死伤无数，无数畜牧被匈奴兵抢走。然而，面对匈奴兵的疯狂袭击，新朝的军队却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烧杀抢掠。只因王莽曾下令，大军没有集结完毕之前，任何人不许出战。驻守渔阳郡的严尤给王莽上书，请求率军深入匈奴腹地，狠狠地打击匈奴，却没有等来王莽的答复。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汇集到边塞的部队越来越多，导致边塞的粮食压力也越来越大。士兵们吃不饱，就开始无事生非，骚扰边塞的边民，边民忍受不了，纷纷逃亡。与此同时，后方各郡的百姓也苦不堪言，为了供应前方将士们的粮草和兵源，各郡都在抓壮丁、催粮税。交不出税的人越来越多，被逼无奈之下，很多穷苦的百姓只能跑到山上安营扎寨，当起了强盗。更让王莽想不到的是，他亲自封的孝单于竟然还给逃跑了。王莽得知后非常气愤，将孝单于的儿子推出去给斩了。这时，坏消息不断的传来，西南夷也因为不满王莽降低了他们的爵位，起兵造反。高句丽本来就对王莽给他们改名为夏勾离而不满，后来王莽还征召他们去攻打匈奴，于是高句丽也起兵造反了。最后，连西域诸国也都反了。至此，1年多的时间里，王莽和匈奴还没正式开战呢，就已经内失民心，外侮盟友了。汉朝200多年打下的辉煌邦交，就此毁在了王莽的手里。严尤将军再次上书劝告，可王莽依然不听。正在这时，匈奴却派出使者想和新朝和亲。提出和亲的单于，并不是乌珠刘若低单于，而是刚刚逃回去的孝单于。原来，孝单于逃回后不久，乌珠刘若低单于就去世了。于是，孝单于便在右谷都侯的支持下继承了匈奴的大单于。右谷都侯是王昭君的大女婿，他和孝单于做了一笔交易。他支持孝单于的前提是，孝单于必须跟新朝和亲。这对于王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和亲成功，就不用再和匈奴开战了。然而，当匈奴使者告诉王莽，和亲的前提是新朝要将孝单于的儿子送回匈奴，可他的儿子早已被王莽给砍了。于是王莽决定，趁孝单于还不知道他儿子已经被杀之前，快速地签订和亲协议。于是他一面派使者前往匈奴谈判，一面想办法拖住匈奴的使者，不让他们回国报信。就这样，新朝与匈奴终于签订了和亲协议，王莽下令撤军。之后，匈奴的使者也回到了匈奴，孝单于便知道自己被王莽给骗了，自己的儿子也早就被王莽给杀了。可此时也没办法再动兵戈，只能暂时咽下了这口气。就这样，匈奴的这场风波终于是被王莽给应付过去了。可此时各地民变四起，王莽又会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我们下期再讲。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